嗨啦，我是阿汤。现在书房是整个很暗啊，因为呢，我们家的书房灯呢坏掉了。我们先用棚灯打开，哇，超亮。先来说明一下，就是我家书房这个灯呢，其实已经用了大概10年左右了，是从我之前旧家用到现在，所以它大概已经应该11年了。旧家那边好像做了6年左右，我们这边呢也才5年了。那这个灯呢是之前小米就是它旗下的生态链跟飞利浦合作的一个吸顶灯，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用的，还是可以 App 控制等等。当然我后来很少用 App 去控制它做些什么了，大概就是直接都是用最亮的亮度，然后已经调预设的色温，包括我家的客厅啊、我家的卧房，其实都是用同一盏灯。只不过呢，这一盏灯呢现在已经绝版了，它只剩下小颗的星空版，好像要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反正就是已经算绝版了。原本想要找可能就是一般的吸顶灯来用看看，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书房，然后等到夏天这边会比较西晒一点，会比较稍微闷一点，然后这样因为有电脑设备什么的，其实书房温度都会偏高一点点，所以呢我决定呢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呢就不要再放电风扇，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附带有风扇功能的吸顶灯。原本我是想要买吊扇的，找一找看一看，发现吊扇的那个高度还是都有点要凸出来，往下的那个高度有点多，所以我后来决定就买看看这种有换气功能的吸顶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从灯内然后把空气弄出来，那个风不见得会是凉的哦。至少呢，我觉得如果是搭配冷气来使用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循环的功能，应该才是不错的啦。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呢来换这个吸顶灯啊。当初这个灯呢，虽然有请那个装潢的水电帮忙，但是我后来是有一些安装或者是更换，我也都是自己来处理，因为这个其实蛮简单的。盖子打开之后，只有3个螺丝，然后把它转下来，这个呢就可以拆下来。接线呢就在这里，3个电线。接的时候就是它用螺丝的部分把它锁进去，就插进去锁起来而已。所以你只要先把电线的部分呢拔掉，这个呢再把它卸下来就可以了。分开拆卸，所以其实呢不难。把3个电线都拆掉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拆灯了。那记得呢，在拆卸灯或是在安装的之前呢，就要先把电源的开关先把它关掉。好，灯的部分呢就这样，3个螺丝拆掉就搞定了，简单。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拆淘宝买回来这盏灯。淘宝在买灯的时候要注意它有些虽然就是你标110的灯具，可是呢，它在下单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有110可以去做选择。这时候你要记得先向店家确认一下，你买的这个灯到底是不是110伏特的。因为像我这次买的呢，就是一开始下单之前，它那个标题就是灯具是110伏标在后面，所以呢，我就理所当然是以为它就是110的。因为以往呢，如果没有标的话，通常是220。有标通常就会是110，但是我在下单的时候还好我问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如果是110伏特的，就是用你下单的那一个的价格会再加10块人民币，它就是110伏特的版本。OK， 所以还好我有问，后来下单回来的这个是110伏的版本。不过呢，不论是不是真的110，下单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呢，当你收到货之后，不用急着就把它锁上天花板，然后直接安装，记得打开先检查一下，然后先去直接接电。测试看看功能正不正常，灯能不能亮，或者是其他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再去做安装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它附的这个螺丝，灯具本身呢算是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如果要用螺丝，记得可以选择厚一点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选的这个，它长这样。现在这样可能看不太出来，原则上就是灯是2个圈圈，然后中间有那个星星，一些星星的造型。中间这一条长方形呢，这个是风扇的功能。目前看起来灯运送我觉得还 OK， 虽然它包装那个保丽龙前面破的，这样我是有点怀疑人生啊。不过呢，就是至少呢，它在灯具的部分，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不大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需要安装的只有 N 跟 L 2条线，还没有那个接地线。比较有趣的呢是上面的那个模组啊，都不去换一下上面的字样。我很常买到淘宝，它就是有那个上面都是标180到265，像它这个有另外这贴
贴一个小标签，是110伏特的。总之，我这个是有离线语音的版本，加上天猫精灵还有2.4G 的 WiFi。OK， 但这个我不重要，因为呢，基本上我都是透过 HomeKit 就是 Siri 控制开跟关而已，其实这个功能对我来讲不重要。另外呢，它有附一个遥控器。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先尝试一下把 N 跟 L 直接接到110伏特的电，接下来试看看它会不会亮。那我们刚刚呢，先把它接上电，测试了一下。其实我觉得风扇好像还不错，它总共呢有6档。OK， 最大风速。其实还不错诶，它这个是有风出来，然后会自动摆这个风向的，我觉得搭配冷气应该不错。然后灯呢还算不错看，然后这边可以切换灯，然后色温变换，然后夜灯，夜灯就是调成最小，那你可以把它弄成可能黄色的夜灯，对，然后其他还有色温跟亮度可以再另外再调整。另外呢，它是讲说这个有离线语音，你好小爱。关灯，打开灯光，黄光、中性光、最亮、最暗、中等亮度、风扇1档，大概就是这样。它可以用语音离线去操控，就在那个遥控器后面，它都有那个相关的说明，不一定要去连线使用，就直接离线的语音可以直接操控，或者是用遥控器操控。反正就是测试现在正常，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拔电，开始把它装上去吧。好，灯的底座呢，实质就这样装好之后，接线再把灯的4边锁起来。接电呢，有一些方法，有些人可能就是像他给这种电线，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缠一缠，用胶带粘之后再顶上去。那我自己准备了这种快接头，这个就是把线弄在一起，然后直接转，它就会拧在一起。然后我先大概抓一下位置，不过它这个比较有趣的是呢，它那个电线比较难让它刚好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稍微想办法顶着它弄。我们先把没用到的接地线缠起来，以免呢它跟其他的电线呢去误触。虽然应该是不会怎么样了，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状况。刚刚有测过了呢，就是中间这一条是火线，然后中性线。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怎么去测出中性线跟火线的话呢，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来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数位电表测量出中性线跟火线的差别。结果对于它那种电线啊给的很短，我真的是爱莫能助啊，这一个人装很痛苦啊。好，安装成功，我们先把两边稍微用手固定一下。定位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电看看。Hey Siri， 打开书房电灯，接电成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固定好。Hey Siri， 关闭书房电灯。好，继续固定。刚掉了一个螺丝，先去捡。我们先把刚刚这边固定好。好，各位啊，灯安装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开灯看一下书房的这个亮度到底够不够。好，我们要准备开灯了。Hey Siri， 打开书房电灯。哦，现在打开了。目前呢，它不是最亮的状态，我自己体感呢是有点暗了。那大家看可能看不太出来。那我们要来调整一下亮度，顺便试一下。你好，小爱。最高亮度。好，现在这样是最高亮度。我自己看下来呢，还行，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只有外围的2圈是灯，所以呢有点小可惜，其实没办法，就是像我之前那个灯呢，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其实你会看到，就是地上呢有一些地方会稍微暗一点的感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呢，我前阵子呢就是灯坏掉嘛，然后呢我就是用我的棚灯来当做书房的灯在使用，可能看那个亮度太亮了，看太习惯了，突然换成那个自己反而有点不习惯。不过呢，我觉得它这个好处是，我记得我买这个时候，我看它是全光谱的啦，在阅读上呢，这个光源是算舒适的，它不是说让你看得不舒服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试一下风扇的部分。你好，小爱，打开风扇，自然风。其实不错声音我觉得没有很大，然后
在下面呢是感受到它是有在吹的，所以夏天用这个，然后搭配冷气，我把它往上吹嘛，它会把冷气去带动往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循环的感觉，基本上冷房效果是还不错。然后它那个摆扇呢，像我刚刚摆想说摆那边，可是我觉得这样会直接吹头，没有那么舒服。我现在摆成这样子，它的吹法是那边到这边，刚好是左右摆动，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们来试一下它的6档，看我在下面的风扇声音怎么样。最大风量，噪音其实我觉得不会很大，但是一般在吹，我猜大概是给到3档就差不多了。你好，小爱，3档风扇，试不出来，好，自己按好了。它应该是只有左右，然后没有另外一个方向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它另外一个方向是有摆头的，所以它应该是只有一边。那就这样子啦。啊，这个呢，我买了多少钱？来看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记得这个吸顶灯没有很贵，好，买了359块人民币。然后这个是有遥控器跟离线语音的，其实买下来就是台币大概1700左右，加上运费，像这个是4公斤，运费大概多200多块，所以2000以内就可以买得回来。然后因为我之前去特力屋看，就是都蛮贵的，吸顶灯现在都蛮贵的。然后有风扇的吸顶灯呢，最便宜的也要4、5千块以上，所以我本来其实想要去特力屋速战速决这个吸顶灯啊，后来我还是去买了淘宝。目前看起来呢，质感还不错，只是安装我觉得有一点累，因为它那个电线太短了。其他我觉得还 OK。还有就是分享到这边啦，对于这个安装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如果想要知道呢，要怎么用商用电表去测量出家里的火线跟中性线，可能之后再拍一集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在底下留言喽。我是拍电影那个，下次见喽，拜拜。